尚泰你好，很开心见到你啊。我也很开心啊，嗯，因为你的声音好好听，真的。谢谢。看到你整个人都散发着光，就从你走进来，你记得你刚才在门口就，对吧？对对，就看到你就能量很高。那向太，您介意说年龄吗？不介意啊，不介意哦。69了，对呀，你都明年60，70了。对啊，你明年70岁了，然后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6乘以10，对吧？每周只休息1天，工作嗯6天，嗯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嗯，这么高的工作强度，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你不为会累？不会，我就是22年12月19号第一场直播，那是玩的心态，嗯，叫你去试一下。对，我还从来没看过人家直播，你知道，我不敢看。他们说：“哎，你看一看嘛，你既然答应人家，你看看嘛。”嗯，我不看，我怕我学了人家。然后第一场爆火了之后，对，那我就决定说开一家，就是用上市公司在杭州开一家，因为之前就是签我那家不靠谱，嗯嗯，还在打官司，那我就自己开一家，也做得蛮好。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其实好像突然入行了，我老公说：“哎呀，我老婆突然变了网红。”然后他们说：“对不起，向先，你讲错了，啊，她是明星，她不是网红。”然后我们有分的，嗯，嗯，是那我说：“哎呀，65岁入行。”65岁开始走到镜头前了啊，开始嗯嗯，跟粉丝去互动了，对呀，对吧？那而且我觉得整个人发光了，每天打扮，你说如果不做这个，我不会每天这样装扮嘛。对，我又爱买东西，那6乘以10这样的工作状态，你拍了那么多的短视频，嗯，那你平时会看自己的短视频吗？会刷吗？我要先审，先审，先审过。嗯那如果这个短视频发出去流量不太好，有些点击量不太好，嗯，你会不会为流量焦虑？我不会，不会啊，始终会隔几条就变成爆点，然后什么上热搜，对啊，最始终，近总上热搜啊。对呀，就是始终会有的。嗯那你不可能每天嘛，嗯我不大概上过100次热搜，我也没花过1毛钱，因为我不会花钱去买热搜。那向太，你觉得你是幸运体质吗？我觉得我是啊，比如呢，哪些方面都是很幸运的？比如就算我有一个人家讲的觉得我不好的一个原生家庭，对，那我觉得打造了我今天，他把我逼到绝境之后，我重生，那让我的个性，其实我要感谢他，我从来没有怪罪我原生家庭，所以我的一切到6岁白血病到18岁轻生，我全部都觉得我幸运，因为我回来我还在，那你是不是幸运的？你刚才说妈妈总是赌，嗯，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49年从宁波走嘛，到到台湾，台湾，嗯她第一个老公飞行员摔死了，那第二个老公他就人家介绍去做地勤了，他就嫁了，生完我哥哥，他跑了，离婚了，他大概碰到一个真爱，因为我都没有见过我亲生父亲，生完我父亲我才几个月2、3个月吧去世了，然后我的养父把我们两个接回去，那我养父呢一辈子就一个女人，就是她，所以很纵容她。我23岁才知道我当时认为我的爸爸，他不是我亲生爸爸，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是你从小就觉得妈妈，你觉得是因为妈妈不爱你，还是因为她没长大？全部都不爱吧？他最爱他自己嘛，烂赌，追寻那种刺激，他大概他爱的人都走了吧，对吧？他第一个飞行员一定很爱，然后他只是不爱我这个养父了，对吧？我的亲生爸爸他挺爱，然后又死了。所以妈妈其实也是命运多舛的一个人。
小的时候你跟妈妈的互动，就是你觉得妈妈对你都是很严格、很严厉、没有很忽略、忽略，嗯，连家务都是丢给我了，我要照全都给你。顾弟妹，照顾哥哥。那妈妈从来就没有对你有过欣赏、称赞、肯定。没有，我拿奖状回去，我的奖状是一摞的，小学毕业一摞，全班奖、全级奖，然后还代表学校出去任何比赛我都拿奖回来，就反正我在学霸。所以从小这么出色、这么优秀，但是妈妈也不 care，就妈妈看不见你。他如果在牌桌上，他丢2块钱给你2块钱其实买不到什么东西。其实向太，我觉得聊这些我心里有点难过啊。嗯但是为了节目呢，我们还得聊下去嗯，啊。你觉得妈妈有没有以前就比如说过什么样的话，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在18岁之前，我10岁的时候，我碰到他偷人，一你不小心你撞见了，找找回找回家，然后我还逃跑。那他怕我跟我养父讲什么的，他第2天就找我茬，就说跟我就编造一些话，说我对他不敬，叫我养父打我。然后，那我当时握着拳头，我也没有讲他的事。可是他后来还逼我说认他那个叔叔做干爹，我打死不肯。所以女孩子一般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比如想到自己这样的妈妈，会觉得很丢脸。对，可是他后来还要逼我让他做干爹，所以我对这个干爹这种干妈这种词我就很抗拒。我将来说人家要认我做干妈的话，就是他主动来，他很喜欢我，那我就会接受，我就不会去逼一个小孩子说，哎，我喜欢你，你让你做我干女儿。对，就不，因嗯，为这个就事情是有创伤的。嗯你反复讲18岁其实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个分水岭。嗯那18岁之前，少女时期的你嗯是一个内向、腼腆、自卑的女孩子，嗯，没有？其实我很好动，我是啦啦队队长啊，然后我又是学霸啊，我在学校都可以拿回我的荣耀，因为校长也爱我，老师也爱我，同学也爱我。我是一个小学生，可以随便进入校长室拿东西的。学期末大操场讲台上，就是他叫到名字才上去的嘛。那我是没有，我第一个上去，我就站那。那你会对，比如说小的时候跟别人交往啊，包括交朋友啊什么，你会是那种高敏感的性格吗？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的女性啊，很多女孩子都会很敏感，甚至对自己女性的身份都会很厌恶，因为自己的妈妈是这样子，想到妈妈就会很丢脸。嗯，你会吗？没有啊，她是个镜子啊，我从小就觉得她，我不会做她这样子的女人，我一定不可以做她这样的女人。她是个反面教材。对，嗯面镜子让我看到。所以这个很难得，就是从小你就有自己的，就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很小就有自我主体性。对，我是觉得我从小其实就觉得我是最棒的，嗯，我是最好的，因为在学校，对不对？我有的藤条，我是班长，对不对？谁讲方言，我一个藤条下去还要罚5毛钱，这是台湾的教育方式，一直到大学都不可以讲方言，那时候要国语化嘛。嗯，考到大学很开心，跟他们讲，他们说，我妈就说不行，我现在我会被人家打死，所以我跟舞厅拿了100万，
你去做舞女。但是我只有听过，你也没见过那个舞厅，觉得是个火坑，是要卖身的地方吗？你不懂，他还不管我，你一定要去，你书不用读了。那我就跑掉，然后我养父来找我，跪在那边，哭着求我，说一定要去。他说我也没有钱，女儿求你了，我这辈子只有你妈一个女人，一个爸爸这样子跪着哭着求你，我就觉得天下怎么有这样子的父母啊？我真的绝望了，不知道，我第一次就不知道这个人生应该怎么走下去，书也没得读了，迈入火坑，所以我就跟朋友借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住几天？那我朋友说好，他有一个小的套房，我就在那边去买刀片，然后割完是割不断的，跟大家都买，再去买一个很利的刀回来割，那种决心是很强，那时候很强，死的决心很强。嗯，觉得这个世界我已经没有被妈妈完全抛弃了，对吧？还好呢，我女朋友她不放心，半夜说：“哎，还是过来看看我，我一定是有不开心的事。”那可是门打开呢，开不了，就因为以前是铁链嘛，以前就是有个铁链在里面，对，他只能开了个缝，看着血流成河，他就报警。你自杀那个事情，爸爸妈妈有改变吗？没有，我从此真的断开跟他们做了，从此就彻底跟原生家庭，就像我们现在说，其实就已经心理上断亲了。心理上断亲，可是我钱还是照拿回去。那我不可以不管他吗？为什么还要养他们？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耶，就是想担起这个责任，我能赚多点就多一点，我就通通自己我省下来，然后通通给他们。我是大姐嘛，就是大姐的风范，就是连我哥哥我都觉得是我弟弟，他比我大2岁。所以从小其实你就是很爱担责任，但是他们都不要你了，你还要去养他们。我是让他们羞愧。他羞愧过吗？到老当然有了，到老，哦，到老的时候，他当然觉得羞愧了。他老的时候有跟你表达过吗？对不起你啊，或者什么的。有，像老人痴呆的时候，他谁也不讲话，只跟我讲辛苦你啦什么的，对不起你啊。然后我哥都愣了，说很久没跟人家讲话，我们来都看他都是不讲话的，他还认得你，还讲那么多。所以还是等来了一句妈妈说对不起你。可是他还折腾你几10年。我知道了他是我养父的时候，我更释怀了。他为什么跪着求？我根本不是他女儿，他不是我，他如果是我亲生父亲，我会感情上会接受不了。嗯，但是这个解释或者说这个释怀会更让人痛心啊。对。可是当我怀着小孩的时候，他摸着我肚子，说：“我本名叫明英嘛，陈明英。他明啊，生个像你这样子的女儿就好了。”他很感慨的。那时候我真的有点落泪。他明白女儿的好，我一直在照顾的这个家庭。爸爸不是说忏悔，爸爸只是摸着我肚子讲，没得选的。那你说我恨吗？我也真不恨他们。真的不恨吗？不恨。因为我觉得有恨是个很累的事。可是你说爱吗？我不爱。爱也是个很累人的事。爱跟恨都是很累人的事，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婚姻的部分哈。你刚才说带向先生回家的时候，爸妈真的很不开心。
我第一次带男生回家，就是向华强，中秋节吃饭，他们叫我回家过节，那我就带他回家，介绍给家里面人，那他们就全家黑着脸，因为我的前任是台湾首富的儿子，我为了向华强跟人家分手。那个时候，向先生除了帅之外，他哪里吸引你？为什么选择他？我是被他触电到，一见那种钟情。一见钟情，嗯心跳了，你知不知道？那我没试过那种心跳的感觉。那时候我有上一段的还没有，那我就给我自己时间去考量，考量就是我要把东西还给人家。他送我很多房子、房契，我逼我妈还那些什么金条那些，我妈是打死不会的。那我能还的，就是在我手上的房契全部还，然后才开始接受向华强的追求。你要了结我的，我不会一脚踏两船的人。那可是那时候他穷啊，他除了让你心动之外，你为什么就认定他？那时候是盲目的，盲目的恋爱脑那时候是。那时候对，我一生就是恋爱这么一次。那就是他让你有心动的感觉，你怕你永远再碰不到，因为你之前的男朋友通通是你被人家感动到才跟人家约会了，对吧？那叫做男女朋友嘛。然后人家送那么多东西给你了，对不对？那追你那么久了，送那么多东西给你，你才会开始觉得啊，我们是男女朋友了，这样子。然后人家说订婚，好，然后人家说结婚，然后碰到向华强，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话题叫深度关系，所以你跟向先生在一起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当然会有啊，就是尤其我们两个一起创业，对不对？帮他打电影的天下，什么麻烦的事都是我去做，当然有一个磨合。那我就让你当皇帝，我只是你的将军或者你的宰相，那是我去执行，所有事反正我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我就一定达得到。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你一定办得到。老公丢个烂摊子给你，结果没有控股权在，然后你要怎么去拿下这个酒店？这个酒店还有赌场，那35%是7个老人家，每个人5%，那7个里面有个是头，很难搞的一个老人家是可以做主。那我就围剿那个老人家，每天打电话问候他100天。100天。然后中间还去偶遇他喝下午茶，我鞠个躬买单，然后去餐厅偶遇他吃晚餐也去帮他买个单，然后鞠个躬走。我从来没有提过我要收购你那35，让他第100天受不了，说我卖给你，那我就可以完整的去改造那个酒店。然后那个赌场有7张桌子变成100张桌子，那100张桌子就是赌场哪里有赔钱的，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改造完，然后再打电话请他吃饭，然后他就奇怪了，每个人都是过河拆桥的，只有你怎么这都已经弄这么漂亮了，还要请我吃饭？我说不忘恩人，我改造完，这酒店开张，然后那上台剪彩的是你，或者地方长官，或者是其他电影明星，我永远是在背后站着看着你们剪彩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你们婚姻当中的定位就是你在帮衬他。没有，我们是 partner， partner。我们
我们公司的股份一人一半。partner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人会说，现在很多现在的观念是，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开公司，对吧？对啊，另一半就是婚姻合伙人嘛，就是生活合伙人。所以一开始你们其实就是这种 partner。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理念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好像传统一样，我一生只嫁一次，所以你就好像养多个儿子，我把他当大儿子，就是宠到反正什么都帮他准备好。他就说他，哎呀，跟朋友讲说他有一天如果要离家出走，他的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护照在哪都不知道，全都是你帮他准备，没有家里阿姨做这些吗？没有这些私人的东西，都是衣服帮他怎么穿搭，他也很依赖。那有的人就说我这个是个很奸诈的一个计谋啊，就是让他不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全部就是我张罗。他的朋友都是只有跟我联络，都不跟他联络的。然后你想要得到的，我要帮你。7岁大寿的时候，你所有的好朋友来，然后我帮你办一个大的，然后没有人看过这么好玩的一个 party，然后所有明星都来，导演都就全部飞回来，然后他开心的不得了，在台上哭了，要抱着我哭了。你说我明年70，我说我不会为我自己去打电话给这几百个嘉宾，全部亲身电话，我请柬到，然后电话到，那人家答应我都来了，他也吓一跳，因为整个制作连会场制作的过程他都不知道，都是我的 idea， 因为每个人真的是穿的像去奥斯卡。像他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儿子啊，向左和向右。向左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很乖，是吗？然后你也会觉得他容易受欺负。我是跟他讲，说你们家的性很敏感啊，就是所以呢，任何人打你，你都不要还手，你回来跟我讲，或者跟校长讲。就从小你是这样教他的。那向佐小的时候校园霸凌的那个事情，他还不跟我讲，他同学跟我讲，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跟我讲，他没打到哪，没打到变重伤嘛，他意思，小事，那我可不行啊，我跑去跟校长去讲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去跟校长去理论说我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不可以这样子？他说我会叫他道歉，而且父母也会来道歉。然后后来对方不肯，结果对方被开除了。是名医夫人，所以他很傲慢。因为其实现在校园霸凌还蛮多的，很多妈妈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有的是没有发现，有的是发现了之后呢，妈妈会觉得说，哎呀，不要去找学校，不要去找老师，一定要去学校跟校长去理据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一次我跟校长讲了，校长一定站在我这儿，因为我是最热心的一个家长，学校所有的他们的舞台剧，他们很注重圣诞节，所以圣诞节有3天的不同的剧，那个剧呢，赞助者就是我从灯光到摄影到布景，就是那个场景你要搭怎么搭，你告诉我，然后到小孩子的化妆服装，他们表演什么，我全赞助。那时候小盔甲还借不到，你知不知道？还定做，在上海定做一些小盔甲，他们做将军，那男校嘛，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群嘛，爸爸妈妈还是要加强跟老师啊、学校的联络，对，不是出了事情才去沟通联络。对呀，他真的小学1年级开始，我就对学校的所有最注重的一个圣诞3天小孩子表演，有表演的机会，不同的剧没关系，都让你拿到全港第一。
因为我用专业的人去做，拍电影的人去帮他们。就你不能平时你都是个小透明一样的家长。对啊，你看你自己能够帮到谁什么就帮什么，有的是时间，对吧？有的是钱，对吧？有的是好比像我那样，钱加上时间，对不对？也就是说，向左向右小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时间陪伴他们。当然，学校你要参与感，但那时候你不是创业很忙吗？很忙，我都觉得我每天睡几个小时，我已经很充沛，嗯，那时候就是个拼命，要给时间给小孩，对不对？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的陪伴你是非常用心的，你和向对先生。对啊，他们从求学校开始，我是真的帮向佐求，因为求了第一个呢，我第二个才更有希望。如果第一个都进不去，我第二个更难。我们通常认为向太这样的家庭，但事实上你忍受了很多，为了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向家的这个生育的问题。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向右，嗯嗯嗯你真的把他拉黑了吗？嗯，拉黑几年了，因为他对我的承诺，每次要拿一笔钱才会对我有所承诺。那承诺后你做不到，那我就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那直接拉黑，我们根本谈不拢。向右小的时候的性格跟哥哥是一个天一个地，是吧？就差别很大的。差别很大。他可以从小就会离家出走，几岁6岁、7岁，他很笨。我想说，你哪有地方跑？除了几个教练家，这教练你可能找到网球教练，还是游泳教练，容易找嘛，对吧？你有什么朋友？他会给你，给你和向先生会惹很多麻烦吗？小时候？骂他，他可以演戏一样哭到要撅过去了，你知道吗？我老公就说：“哎，不要骂他，你看他都快撅过去了。”其实也是宠他，你这样宠是不对的，就应该就不能讲，让就一句话都不能讲，做错了什么不能讲。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个性呢？我也不明白，对不对？大家一起在伦敦读书9几年，2万多块电话费一个月，可是没有一个是听我的或是打给我的。那时候听也要给钱的，向佐2000块，每一个电话都是打给我的。所以你觉得他是对爸妈有很多的愤怒吗？没有啊，就是我就是个大少，他从小有这个心态。因为这个心理学上有句话叫“所有的人际关系呢都是互动的啊，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你们的关系才成了今天的样子。”那我看到你有一条短视频说“慈母多败儿”，对吧？那如果现在时光倒流的话，你觉得对向右哪些东西你做多了，哪些东西做少了？从小我就应该纠正他这个个性，怎么纠正呢？就是你不服我不行，你一定要听我的。可是他爸爸不给我这个机会，爸爸太宠他，你不要讲他，你看他每次都快就是撅过去，没气了，没气了，就他太会控制爸妈。只是讲而已，还不是骂，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讲讲这个问题，就已经不行了。他只有事的时候才会来，好比失恋啊，抱着我哭啊。那我说什么失恋了？在一起多久啊？那没有啊，还没有在一起呢。不能女孩子告诉我，我们在一起玩那么久，她根本不喜欢我。哦，这叫失恋，你根本还没开始嘛。有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想到是我。那说明他还是很黏你嘛，那只是黏的方式跟向左不太一样。那是求救，那是求救了，岳父来求父母了，对不对？我帮不帮你找律师啊？对不对？没有证人的情况之下，最后录到你打人，录不到人家先打你的，那你要佐证啊。所以你会不会有点懊悔说，他小的时候我应该教会他去
感恩周围的人，感恩所有人的付出，就是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他觉得理所当然，向右，他真的觉得理所当然。嗯，你敢给少一点，我去外面借，他们会找你去要。这种话他不敢讲。所以你拉黑他是因为彻底伤心了。但是你骗我，每次都骗我说你肯改，你肯这样，你肯那样，你答应我的事你都做不到。你每次就等于回来哄我，骗我钱。就觉得你是完完全全在吸血父母，是有这种感觉，对对吗？他觉得应该的啊，哪有什么应不应该的？这世上，对不对？那你会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或者做梦梦到他，还是会很牵挂吗？还好耶，我这个人呢，人家不提起，那我还忘了有这个儿子。你最好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就觉得无事还是蛮好的，真的无事发生是好事，对不对？那向太，您会把你这2个儿子的这种反思也好啊，或者感受也好，您会分享给郭碧婷吗？你会告诉他说，你养孩子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怎样怎样？没有，他没有，我们没有分享这个，因为暂时我孙子也很乖，孙女都很乖，而且我看他教育方式也蛮好的，所以我不干涉。他也很乖，他就是一有日子，我们如果没有时间飞回去，他就飞过来香港，带着小孩子，对不对？或者谁生日，他一定带过来。那暑假就一定在香港住2个月。我们接下来说说郭碧婷啊，因为大家都说，好像向太是完全给自己选了一个女儿一样，是吧？还有人说我娶了郭碧婷，没有，就是其实一切都是缘分，对不对？他给我第一感觉，其实一个很天真善良的。你知道他养了多少狗啊？他每一次上街就是捡流浪狗，不是，就会他抱一只回家，然后跟他爸我捡到，他爸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捡到20几只，哪里有这么多流浪狗给你捡？我们就一只也捡不到。他这么善良，他这么有爱心，那我说好，买块农场让你去养。所以这个他后来买了块地，对吧？对，那不是农场，就是等于是块地，随便你爱盖什么鸟屋，什么对吧？但100多只鸟吧。所以就你觉得他很喜欢小动物，然后又很纯真、很孝顺，总之这个儿媳妇儿，因为我们看过你很多的采访，儿媳妇儿完全没有缺点呢。唯一我觉得跟他有点像，就是好比跟他讲说这个，你家里面这看孙子2个月少，就已经升级成保姆了，升级成保姆。我说2个年纪太大了，你换一个年轻的来嘛，保姆。他可怜人家说匠心都不走，可是年纪大怎么看小男孩，对不对？都6几了，他会心软。那我们说很多婆媳关系呢，其实是因为大家都想婆婆和媳妇都要当家里主事儿的那个人，说了算的那个。那你跟郭碧婷之间会因为这个会有分歧吗？怎么会呢？你主是你跟向佐的小家庭啊。就他小家庭的事情，你是完全不管的。对啊，支持啊，爱买地就买啊，就买给你啊，对不对？那旁边又有一个又买啊，好几块呢。那在教育孙子方面没有过分歧吗？比如说，哎呀，这小孩不能这么带呀。没有，他做的很好了。小孩子现在没有享受过什么叫巧克力呀，都是太小吃巧克力，对小孩子脑部的发育不太好。所以他管孩子管得很严。那小孩子也听话，一错再错，他有惩罚性。好比今晚不能吃嘴啊、奶嘴啊，他们就会很怕。
有没有过你和向先生很想疼爱呀？哎呀，觉得他有点过于严了，你们很想去做点什么？没有，不没有，他也不是那种打骂的严，跟你讲道理的严。嗯我们如果今天这样子做的话，再有下一次的话，那我们就不可以做你最喜欢做的事1个月哦。你自己想一想，那小孩子会想啊，哎，那不行啊，我下次不再做，对不嗯，对？其实你们是完美婆媳了嗯，啊，真的是天选婆媳。但绝大部分婆媳那根本就是天敌啊。做天敌，其实跟你跟丈夫，他跟儿子，就是3个一起死，儿子也夹中间，对不对？那你让他不孝，那你其实做婆婆的，你通常你不要太刁蛮了。我觉得道理上，婆婆你也要做个好婆婆先。嗯。你为难你的媳妇儿，你不对你的媳妇好，其实你就为难你的儿子。你爱那个儿子的话，你怎么会去为难你媳妇呢？像他很多年轻人会说我很社恐啊，因为我社恐，所以我不社交。那你怎么看待很多年轻人现在天天挂在嘴上这个社恐啊、i 人呐、社恐，我觉得年轻人没有资格。你想要你的人生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到有钱的阶段，年轻人你没有资格社恐。你工作你都要社交的，你以为现在梁朝要吗？伟就很社恐啊，就他很成功。他是现在啊有资格说社恐了，社恐嘞等于是他一个挡箭牌，我社恐，你别来骚扰我啊，嗯嗯。没工作不要骚扰我，我自己独处。那年轻时候梁朝伟什么样子？年轻时候梁朝伟也是很 i 人、很社恐吗？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很开朗。他现在他好像很容易被人家惊吓到，突然来访或突然来一个陌生人，他都很不自在。嗯，但年轻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嗯，你不想积极向上，你只想靠着打份工，对吧？过日子的，你的工作都会没有。社恐到现在，你看 AI 很容易取代你啊。那我最后问向太，你觉得在妈妈这门课上，你给自己打几分？如果100分的话，满分我觉得80分吧。已经非常好了。那也谢谢向太今天把剩下的那个20分也给我们做了很深度的剖析，嗯让我们很多妈妈也知道，其实没有满分妈妈，嗯，也不需要做满分妈妈，对吗？这老二就在跟向太做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直在惊叹，他是有多么强大强悍的生命能量。他一直在带领自己跳出"我是个受害者"这样的叙事。我相信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资格去说，原生家庭深深伤害了我，我要用我的一生去治愈童年创伤。但是他没有，他最终带领自己跳出了这个受害者叙事。那什么是受害者叙事呢？就是我的人生都是别人害的，我现在不好都是谁谁谁造成的，这就是受害者叙事。那怎么带领自己跳出来呢？我从向太身上总结了这么3点啊。首先，第一点，承认痛的存在，但是痛不一定等于苦。其实痛苦这是2个概念，痛它是一个客观的，但是苦它就成了一个主观的感受。所以我很痛，但是这不代表我很惨啊，这不代表我很苦，我很悲，我把自己放入一个凄凄哀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第二点呢，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努力寻找我可以更幸福的证据。你看，向太呢，从她这个少女时代开始，对吧？帮家人还债，她寻找了一种我很棒，我有力量去带领家人走出深渊的这样的能量。后来呢，他自己做生意，我很能赚钱，对吧？然后呢，我有很多的朋友，我还有爱情，所以我可以更幸福。那么最后第3点呢，就是责任归位。所谓的责任归位，就是我不再把我人生的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我把我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
我自己有责任为我往后的人生负责。这也是我在访谈当中我一次又一次感慨的。我说人的出生啊，真的是有2次生命，或者说有2次命运。第一次命运是原生家庭给的，这是我们不能选的。但是第2次命运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完全可以带领自己跳出受害者叙事，我的人生我做主啊！那也期待我们这一期访谈能够帮助那些被原生家庭的话题深深困扰的这样的伙伴，告诉自己说：我可以，我重要，我值得。